订火车票就同城，快速出票，安心出行。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你每天都玩？你之前跟我说过，要让我自己去看农场主的世界。可是农场主到底在哪？三体由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真食材真好喝。熬夜刷剧有倩碧紫光眼霜，抬眼无纹。倩碧邀您观看《三体》。胃胀、消化不良用马丁啉，马丁啉邀请收看《三体》。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计划线路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发布了。没错，目前呢，奥运会火炬接力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据我们了解呢，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充分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火炬传递的全程将贯穿环保意识。北京奥组委将针对包括火炬手在内的所有，注意是所有参与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人员都制定了环保行为准则。没错，看来我们这个环保意识是我们选拔出来的火炬手一辈子都这样。是的，我们在这份环保行为准则当中呢，了解到北京奥组委要求参与火炬传递的人员不使用一次性8号餐具、一次性木质筷子，还提倡我们要积极减少使用一次性的毛巾等等。比如时还鼓励大家乘坐公共汽车，没错，减少能源消耗以及空气排放。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回来了。哟，你可回来了！你闺女等你一晚上了。豆豆，爸爸回来了，你的救兵回来了啊！怎么了？上次不做那演讲吗？开始对物理学感兴趣了，这不做实验呢。豆豆这是做什么实验呢？这么多鸡蛋啊！老师让我们想办法把鸡蛋完整的装进瓶子里。为了这实验呢，我们豆豆一晚上吃了好几个鸡蛋了。哟，这还生气了？瓶子小，鸡蛋大，塞不进去啊！爸爸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装进去，好吗？来，拿着鸡蛋。豆豆拿好了鸡蛋，等一下爸爸说放的时候，就把鸡蛋放到瓶口，好吗？那我们准备，3、2、1。放。妈妈，你快来呀！哎，来啦！你看，鸡蛋自己进去了。哟，还真进去了，这么厉害呀！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爸爸告诉你啊，这个瓶子里边有很多小分子，外面也有很多小分子。爸爸通过燃烧消耗了一部分的分子，所以里边的空间就变得宽敞了。外面的小分子呢，就着急要进去，所以就把这个鸡蛋推进去了。物理真神奇，像魔术一样。物理学不是魔术。都记
你只用了3个小时，怎么突破的？前面2个小时55分，我坐在他面前，一句话也没说。他绷不住了。哎，你搁我也绷不住。然后呢？然后我告诉他这是国家级机密，希望他配合。就这些？我还答应他，在不泄密的前提下继续调查。还让他接着捣乱？他还真查到些东西。这就是木星拿到的视频，8个安全屋都暴露了。奇了怪了，护送那批科学家的特警，在到达安全屋的前1分钟，他们都不知道安全屋的具体位置。那不可能泄密啊！最近不可能的事儿还少吗？你看啊，从开始拍摄，到这些科学家进安全屋，在特警还不知道安全屋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那就是有内鬼。要说内鬼的话，只有一个人，就是我。哎，别那么说自己个儿啊！不对呀，这8个安全屋是从我的档案里选出来的，我逐一给他们编上了号，直到最后一刻，我才通知了每一个特警，怎么可能泄密呢？物理学不存在。给木星消息的人查到了吗？北京奥组委提供门票预售，昨天来开运模式门票一直是公众订购的热门场次。从目前收到的订单来看，大部分都预定了开运模式门票，订单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北京奥组委提供的2.6万张门票数量。按照北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等比赛。跟这儿站着干嘛呀？等你啊！等我。啊！我要是想跑的话，你那破车能跟得上吗？是吗？你什么车呀？咱俩是一个牌子，不同档次。哦。多大排量啊？4驱的。干嘛非要在这儿等我呀？离得近呐，一会儿你要是审完我了，我还能自己过来拿车，对吧？哦，那走吧，坐我这破车走吧。走。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自己行吗？行，没问题。We're in an extremely precarious situation here. If we take them into protective custody, they'll accuse us of strong-arming them. There'll be public unrest, riots, God knows what els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act now. General Chang, your sector is the only one under control now, right? 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像你们一样。Each and every move of us is exposed to the enemy, and we don't even know who are they by now. 你们害怕吗？坦率地讲，我很害怕。我宁可面对一场真正的战争，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做一只等待感恩节的火鸡。到时啊，唾沫星子淹死人呢。目前几个战区面临着舆论的压力。好在我们控制了消息的恶意传播。哎呀，传消息的人我已经抓回来了，一会儿就审。是你抓的吗？真敢开牙！是人家自个儿开车过来的。哎，甭管怎么样吧，这算是我们第一个逮着人。嗯，行。地点数据匹配。复原影像，开始扫描。扫描中。目标锁定。放大。Inter-Evo， 应该就是他。为机器人16年，他曾经是古人智慧的强大拓展。他凭借超强性能抵抗外来文明，进化的创作，进化的沟通，进化的人工智能体验。人工智能，古人可真会起名字。400年前的古董竟然这么厉害，我把英特尔 Evo 带回去，你不介意吧？超能轻薄本认准英特尔 Evo 标。你们到这儿应该有1年多了吧？要不是你把人家博物馆给占了，人早开业了。哎，这么算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游客吧？游客到这儿参观完是可以离开的，所以我把车就停在门口了呀，这样我走的时候就能够方便点。哎呀，你们这儿啊，应该就是亚洲战区，比你们更早成立的是欧洲战区。当然了，最早成立的应该是位于 M 国林顿的北美战区。现在这个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应该都种植起来了，还战区？你们知道自己是在跟谁作战？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当时那篇论文我最近才看到，真没想到，那个时候你就成功的预测了长期使用转基因农产品会带来争议，还预言了转基因农作物会造成的生态问题。里面的细节描述啊，真是贴近生活，触目惊心。哎，你知道那些学者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来自未来。天眼。按你的理论，这2样东西是不是应该分开处理啊？现在分开有什么用？到了垃圾场，还不是都倒在一起？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胡小西毕业于电子工程信息学，毕业后在松捷网络服务公司做服务专员，说白了就是个网吧网管。6年前开始在网上写科幻小说，笔名川陀的诗人。你写的科幻小说基本上是没人看。去年你参加了一个网络小说大赛，奖金是500多万吧？对呀。据说谁把未来世界写得越恶心，谁就会获奖。你居然莫名其妙的拿了第1，是吧？常伟思将军，我觉得你更应该莫名其妙的点，是我为什么知道你们战区。
又是怎么知道你们安全屋的具体位置？好啊，来告诉我，你们是谁？常伟思将军，你是专门负责科学家的保护行动，几乎是要到最后的时刻，你才会把地址给你的手下。在此之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那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奇怪吗？为什么你的命令还没有下，我就已经到了安全屋的门外？对啊，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说这个事儿吗？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啊，毕竟是一个战区嘛，当然要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敌人到底是谁。好，我告诉你，你此刻的敌人就是我。有点不屑啊，你可能觉得我不配。好，那我问你，你们这几个战区在干什么？在调查科学家的自杀啊！当然了，你们也管它叫做意外死亡。那我今天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们的自杀就是自杀。安全屋的位置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我在调资料的时候泄露出去。但是，你绝对不是那个牛掰的人。你当时是收到了一封邮件，告诉你了安全屋的位置。事发当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11秒，让你去拍这个视频。你人手不够，找了几个哥们儿帮忙。拍完视频以后，你就交给了他。他叫什么来着？木星。对了，交给了他。我所掌握的就是2个信息，一个是电话，一个是邮件。目前这个电话和邮件出自何处，我还没搞清楚，所以我想再问问你们到底是谁？常伟思将军，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呢？你最应该问我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我们是谁？好，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农场。打住！你不就是想告诉我，我是一个2维生物，或者是一只火鸡，对吧？那你告诉我来，这个农场主到底是谁？没话了是吧？好，就算是有这个农场主，也不可能找你这么一个250的火鸡为他们去办事儿啊。行了，今天在你这儿问不出什么，你可以回去。不是我，哎，不是，等，你不今天审问我了吗？我问你还有意义吗？这不是浪费我的唾沫星了吗？走吧。不是我。啊，对了，你刚才说想成为我的敌人，你不配。你是真牛掰呀，抓了个250，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那是我抓的吗？这人自个儿开车过来的。老常，我再给你提个醒啊，你那8个安全屋全被端了，那些科学家的名单可是汪淼给我们的。这说明汪淼在科学边界那儿已经暴露了。当我拿到那份名单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暴露的思想准备。那怎么办呀？照常。要不是我的话，那8个人你就联系不上了。那又怎么样？作战中心不过是将他们关起来，让他们暂停研究。他们不是管，是保护。
这份名单也是你们的汪淼泄露出去的。科学边界的活动一直是公开的，公开的事物谈不上泄露。可汪淼对你可不够公开，而且他的研究也一直在继续。汪淼第一次进入三体游戏，他的表现比你我都好，说明他能比我们更快地认知主。这代表不了什么，他并不是我们的统治，我们都不能改变主的意志。你的胡小西遵循主的意志了吗？是主让他大摇大摆地去作战中心，去炫耀，去示威。我一直都不喜欢他开车，还总开大排量，太不环保了。主不会再看到他。踩，使劲踩。好，好嘞，好嘞。七把手，什么毛病？两个接触面受力不足啊，导致动力传输过程当中出现大量损耗。啊？你们科学家不就爱这么说话吗？怎么你也听不懂啊？就皮带轮松了。行了。你们拿着我给你们那名单，把所有人都给绑了。什么叫绑了呀？那叫保护。可还是失败了。老常啊，不说我也能感觉到，他压力肯定大得要死。你想想啊，计划是他自己制定的，没告诉任何人，就泄密了。可见，作战中心一定是被严密监视了。我们不要再被动了。孙宇飞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了，你还让我跟他接触，不怕他访问我？我跟老常都已经分析过啊，最重要的不是你泄不泄密啊，毕竟啊，他们的聚会都是公开的，他找你肯定有别的目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得跟你一起去见沈宇飞，跟他聊聊，索性就打明牌。要真是有什么危险，我让你立刻撤。我说了要保护你啊，我得让你哥白尼呀。潘老师，你很准时。我今天是走着来的。这个我也换成了充电电池。非常感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只可惜人们只关注和他们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要么就是那些低俗的八卦。你这方面的嗅觉非常敏感，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嗯。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音了。首先很遗憾，你应该有个大新闻。大新闻？什么大新闻？你本来应该比国外那些新闻更早报道出来。只可惜，这个机会你没抓住。你是说，科学家被绑架的案件？你被抓了，
所以没有办法跑掉。这是国家级的机密，你怎么会知道？你以为那些信息怎么会那么容易到你手里？那么多媒体人，为什么胡小溪只把资料交给你？是我选中了你。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游戏了。你在游戏里的表现很好。我想找你聊聊。我给你地址，是车厢2号。什么意思啊139号文明里，只有这一趟列车。这一次的文明，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蒸汽时代。我们的运气很好，这一次恒纪元的时间很长。138号文明在17时代就结束了。我本来以为139号文明也会很快结束，没想到已经发展到了现在。我都快忘了乱纪元是什么样子了。但你会怕？我认为这个游戏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恒纪元和乱纪元之间的规律，或者找到保护和延续文明的方式，是这样吗？汪教授，文明为什么要发展？为了生存。是，我们不遗余力地观测和计算，攀登科技树，为的就是不被毁灭。你带我来看农场主的世界。是不是只要游戏玩通关了，我就能见到农场主？主需要你先去了解他。在这个游戏里，很多人组成了远征队，穿越世界去观测太阳。他们希望通过太阳时差，来测算出我们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你认为他们能找到规律吗？我希望他们能找到，但我们还有时间吗？福尔摩斯，哎，你这打扮是什么？插花女，蝴蝶夫人？你别说，科学家打扮起来也挺漂亮。我这造型怎么样？适合你。你怎么这会儿才来啊？嗨，别提了，这车厢是乱的。我从2号过来，直接就是7号，再走过去42号，来来回回走好几趟。这游戏对于你来说，应该没什么意思吧？的确，我觉得没有贪吃蛇好上手。你们2个来游戏里找我，应该不只是想聊这些吧？懂了。其实不用这样，想要知道聚会有谁参加，直接问我就行。我们的聚会向来是公开的，所以你也不用介意把名单交出去。你要早这么说，这天就好聊了，申博士。这个3体游戏里面的聊天不算审问啊，我就想知道这自杀的科学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话，我也可以把我理解的告诉你。要结束了。文明的种子仍在，欢迎再次登陆。
找申运飞去。您看过我的新闻报道？今后的谈话你就不要录了。潘老师，据我所知，您也是科学边界非常著名的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在接触了科学边界之后都自杀了，这事您怎么看？自杀并没有什么调查的价值。这个财物，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你究竟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但当许许多多像你和我这样的人联合在一起，很多事情他们就掩盖不住了。我们能帮你做你想做的事。你们？我们很强大，跟我们合作，你会得到更多。所以，你不是简单的生物学家。pH 值大于9，植物就没法生存。可你看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地方因为工业污染 ，pH 值远远大于9。作为一个单纯的生物学家，我保护不了那些生物。所以你是希望我帮你把这些报道出去，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让他们阻止我，我搞定。不能抓也不能审，他能告诉我们真相吗？那就聊，只要他开口，总能聊点什么。在这儿问话，算不算审讯？啊不，网友见面聊天。坐吧。想知道什么？先说漫费吧。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只不过让他看到了真相。那个良乡对撞机，啊，杨东呢撞了3次，数跟他算的都不一样。我咨询过啊，按正常情况，就算他撞的3次数跟他算的不一样，那这3个数也不应该有这么大差距，啊，而且这个差距是毫无规律。对，毫无规律。我就在想啊，他们怎么算都算不出这个数，你是怎么在实验之前就知道这个数的呢？杨东在漫费手上看到了2份数据。9点怎么了？丁一后来还安慰他，说有可能是复印机出了故障。我只被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好吗？分析只在时间上出错吗？很显然，这个解释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所以这2份数据是你交给曼飞的。对，确实是我在实验前就将数据给了曼飞。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你们算出来的吗？如果说是你们算出来的，那物理学应该还存在啊。我和你是搞应用物理的，我们算不出来。杨东和曼飞是搞基础物理的，他们也算不出来。这说明我们的物理学可能真的不存在。那谁算出来的？农场主。主无所不知。主？你说的主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不重要。那算出这个很厉害吗？对不起，这儿不能抽烟。您的问题，麻烦汪教授解释一下。我连着3次扔这盒烟，每一次都是由我来扔，同样的烟，同样的数量。你认为这3次每一支烟掉落的位置，可能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不可能啊！那如果现在我让你把3次每一支烟的位置都提前准确无误地标注出来，你能做到吗？更不可能。解释明白了？明白。你说就说，你扔我烟干嘛？所以啊，曼飞是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才自杀的，对吗？曼飞因为接受了这个事实才自杀的。It's done. No more of this nonsense. 明白。现氧崩塌，啊，那杨东呢？说实话，我不了解杨东。对撞实验后，我们通过电话，我原本以为他接受了物理学可能不存在的事实。在这之后，他并没有放弃生活，他换了工作，甚至考虑结婚。你之前给过他一个文件袋，在他收到后的第5天，他自杀了。如果你调查我，你就知道里面有什么。如果我真的有嫌疑，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文件袋里面是什么？一封推荐信，他介绍杨东到一个研究所工作。那照你这么说，杨东的自杀跟你们这个物理学不存在了没关系？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杨东会在实验失败的10个月后做了这样的选择？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对，杨东的遗书里这么说的。我能理解曼飞为什么自杀，但是我不能理解杨东。我确实向这些科学家们展示过真相，但是之后他们的选择不是我能干预的。那是你的主让你干的吗？主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所以他才是主。